最后呢，真的是潜力了，好不好？我个人私推，真的是潜力了哦。大家好，我是老爹，各位观众，让我们来聊聊宝可梦卡牌最新弹数《冰雪险金》跟《蝶旋暴击》有哪些强力卡片吧。首先，我觉得我们从排名开始啊，第5名的怒鹰哥 EX 哦，这张卡片呢，它的这个特性啊，装库重抽啊，只要在自己的最初回合就可以使用一次啊，将自己的手牌全部丢弃，从牌库抽6张啊。这张卡片呢，就可以帮助玩家在先攻的时候发挥到很好的作用啊。还记得我们宝可梦卡牌很久以前啊，是可以先攻使用支援者的嘛，但是现在的规则上是不行的。以前大家都很喜欢先攻使用莉莉艾嘛。现在不行了，那刚好就出了这一张怒鹰哥 EX， 可以帮助我们在先攻做点事情啊。毕竟其实现在宝可梦卡牌先攻跟后攻来讲比较没有差距那么多了，后攻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也帮助先攻的玩家多一个可以抽牌的机会。这张卡现在其实也是蛮多人在投入的哦。那再来呢，第4名呢，我决定给古鼎鹿 EX 啊，好不好？因为古鼎鹿呢，我本来想要给它给到至少第2名或第3名，但是后来发现有比它更强的卡，所以古鼎鹿呢，我这边给它排第4名，然后它的特性啊也是非常强大的啊。只要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上的话，对方身上的伤害指示物的宝可梦特性都会全部消除，除了 EX 以外。所以我觉得这张卡片的出现啊，导致很多牌组都被下降了，包括可能阿尔宙斯牌型，然后还有像奇亚蒂娜牌型，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洛提亚牌型。这只古鼎鹿的出现呢，导致很多需要依靠特性的牌组被下降蛮多的，所以这古鼎鹿其实蛮厉害的，而且它的招式又很强，所以刚好又帮助了我们上一弹我们的固勒顿的 EX 多一个用处，多一个用途，让固勒顿也起飞了。所以这张古鼎鹿我自己是蛮喜欢的。那再来第3名呢，这边颁给这个古剑豹。古剑豹呢，其实它现在在日本环境啊是非常强大的，而且甚至日本很多赛场上都是用古剑豹来打比赛的，然后也是上位很多了。主要是因为它的战力寒气啊，它可以在战斗场上的话可以使用1次嘛，直接从牌库拿2张这个基本的水能量卡。这个特性呢，大家可能觉得拿2张水能量好像没很强，但其实是很强的，因为如果你搭配上我们的吉吉龙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吉吉龙啊，它的特性啊，它可以直接不限次数的从手上填基本水能量，那刚好就搭配我们古剑豹它的招式，将自己场上宝可梦附加的水能量丢弃1张乘以60。所以如果说你的水能量很多的话，你每回合这样子拿水能量，水能量很多的话，你等于可以打超级高的伤害。所以我觉得以古剑豹来讲的话，古剑豹 EX 我排第3名，然后刚刚所介绍的这个吉吉龙呢，我排第2名。你单纯有古剑豹的话，你是没办法玩的，你一定要有吉吉龙嘛。所以吉吉龙比起古剑豹来讲，我觉得吉吉龙又更重要，因为猪背可以拿物品卡，又可以拿水能量嘛，所以你猪背又可以快速的进化出我们的吉吉龙。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牌组是非常强大的，会影响赛场的。最后呢，第1名当然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奇数啦，耶！奇数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张卡片，它不只是漂亮而已，它又很厉害。等于说呢，它把过去我们玛丽的效果，加上以前在国际版时代 N 的效果，直接结合在了一起哦。它不止呢可以让对方的手牌重抽自己奖赏卡的数量而已，还可以让对方的手牌呢洗到牌底。这真的是非常强大的哦。以前呢，我们都会觉得说，玛丽如果说环境退出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用裁判呢？结果还有马上出了一张奇数那么强大的卡片，在这个环境出这张卡片绝对是影响赛场的，而且一定是接下来每个人牌组都会放的，放到2张以上我都觉得不意外，因为它真的是一张非常强力的卡片。OK， 总之就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这一弹的 Top 5。有潜力的卡片其实也是蛮多的啦，我先来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反转能量啦，反转能量呢，它的这个效果啊，跟以前 Counter Energy 反击能量非常的像，而且这次是3颗，所以给非规则宝可梦来讲非常大的用处啊。非规则宝可梦会整个拉起来，就喜欢玩非规则宝可梦的玩家有这个反转能量的话会强很多啦。然后再来是一张每个人牌组都会放，每个人牌组基本上有90%以上都会放，但是在这一弹推出，没什么人在意的卡片，就是我们的厉害钓竿，好不好？因为大家这一弹这个卡片太强了，你知道，奇数啊，然后什么古剑豹、古鼎鹿啊，大家都被那些光辉啊影响了，但是却遗忘掉了，其实有一张卡片很强，就是我们的厉害钓竿啊。
为什么我说厉害钓竿很强呢？因为这张厉害钓竿啊，它跟之前的那个钓竿单价不太一样哦，它是从自己的弃牌堆啊，可以选择宝可梦卡与基本能量卡合计3张，它不只可以拿宝可梦卡，它还可以拿我们的能量卡了哦。所以我觉得对于补能量的牌组来讲很需要，像是我刚刚说的古剑豹，古剑豹它可能就是一张需要大量丢能量来进行攻击的卡片嘛。那你如果在牌组里面放一张钓竿的话，就可以把能量卡洗回去牌库。有时候你有一些宝可梦气绝了、昏厥了，你也还是可以把宝可梦洗回去牌库。所以其实这张钓竿啊，现在对很多牌组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再来呢是勇气护符啦，因为在大护符退出环境之后啊，大家就会开始去想有没有其他可以增加血量的宝可梦道具嘛。那刚好推出了勇气护符，它虽然只有基础宝可梦可以使用，但是 HP 最大增加50，这点也是很强的，也是很强的。我有看到很多古典路牌组会放，让古典路增加了一个抗性，就是让古典路增加了一个赖场性。我觉得这是一张非常强力的卡片，大家也要去注意，不要忘记去算到勇气护符的伤害。最后呢，真的是潜力了，好不好？我个人私推，真的是潜力了哦。亲身学这张鱼，这只鱼，我个人是力推的，但是目前没什么人玩。可是我真的觉得它很有潜力，我跟大家讲哦，它的这个效果呢，它的第2个招式啊，打120，但是要若自己的手上1张手牌都没有，它就只需要1个能量就能发动了。它有点像是以前的零手牌布鲁皇的概念啊。那这个大家要想一下，那时候布鲁皇要进化，对不对？虽然布鲁皇要进化，但是它不用进化，它是基础型而已。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蛮有潜力的。那你只要抓到填能量，你是零手牌的话呢，就只需要1个能量就可以打120了。但是高级球一定会放满嘛，然后你可能就不太一定会放到巢穴球了，因为如果你后台满的话，你巢穴是不能发动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去想一些一定可以发动的道具卡，一定可以发动的物品卡，例如超级球啊。然后甚至一些丢硬币的啊，都会拿出来想了，因为你的手牌一定要是可以耗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次这个冠军赛要开始了嘛，所以大家现在都在积极的组牌，然后都会去想说现在哪些牌组可以应对赛场，而且可以应对这个那么多轮次的高强度比赛哦。那我要讲的话就是这一次的大赛，我觉得梦幻一定会减少，这个奇拉蒂娜的放逐轴一定还会在，因为放逐轴还是很强的。那再来就会多出我刚刚说的2套牌组，就是古鼎路跟古剑豹这2个灾厄宝可梦是一定会出现的啦。因为古鼎路呢，它其实很扛，基本上打什么牌组都可以。然后古剑豹呢，它伤害很高，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赛场环境，古剑豹应该会非常非常多。因为我觉得古剑豹是一套非常全面的牌组。然后再来还有其他的1x宝可梦，像是沙奈朵，沙奈朵一定也会出现。我应该会打古鼎路啦，虽然对我来讲，我的象性可能比较适合古剑豹那种高伤害的牌组，但是因为我很喜欢斗属性，而且好不容易斗属性又站上主流了，所以我自己的话，我应该还是会玩古鼎路，因为我觉得难得有机会让这个斗属性的金能量出来展现一下，我应该还是会玩古鼎路啦。好啦，总之就是我这一次对于新系弹我们的冰雪显金跟蝶旋暴击的一些想法啦，大家看了有没有觉得很喜欢呢？那么这边呢，也祝福各位都可以抽到心仪的期数，好不好？谢谢大家。